这一刻静静静地抱着我，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。可惜缘分注定这样的结果，不是谁的错。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，最后老去枯萎，只有寂寞静静地陪着我。有点舍不得，心里好难过，眼中的泪悄悄地滑落。有点舍不得，过去那个我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。有点舍不得，心里好难过，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躲。有点舍不得，过去你和我一起去看花开花落，一起去看花开花落。夫人，好几家看了样茬子都给退回来了，即便是勉强收下了，也提出来要价钱折半。为什么？说咱们这季的茶叶，论成色质量都大不如从前。你明知道这季雨水多，就应该要加派人手，这还要我教你们吗？是，可咱们人手不够啊。人手不够。咱们上个月工钱需要帮忙吗？啊，其实这就好了。我现在每天呀帮他按摩，还有擦身上，这样他就不会长疮了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已经找管家去要了一些很漂亮的丝线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块上等的红绸缎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想亲手帮你绣一个红盖头。女人这一生只嫁一次，我想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绣在上面。如意，如果我哥永远都醒不过来，我相信奇迹。
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先不管是谁对谁错，但今天秋朗让我明白了一点，我得向谭家，向所有的人先证明好我自己。好，过去的事我们都不再提了，只要你的心能重回到妈的身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抛开一切杂念，专心的发展好谭家茶园。不管我愿不愿意，但至少我得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，要不然我觉得自己会很无望。哎呀，夫人，明凯少爷是一心一意的要做谭家的少东家呀。儿子啊，妈也跟你保证，从今天起我绝不干涉你。你尽管在茶园做你觉得有价值的事。我把办公室还给你了。好。秋朗，谢谢你啊，夫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我会尽心竭力的帮助明凯，只要他需要的话。他当然需要，在经营上你比他经验多太多了。何况你们还是好朋友。大夫，我们走吧。夫人慢走。明凯，妈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，找个适当时机，我会去跟童家说，让他们对如意好一点。还有，老五可以回到你身边。梅老九的病要是好了，你让他回茶园来吧。夫人，这事儿还得谨慎处理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们处理呢。大夫，啊，你暗中去通知管账的，只要高秀朗人在茶园，所有的账目和经营都不许他插手。夫人放心，保证稳稳妥妥。来，请。怎么，看着这些数字又头疼了？明凯，商场如战场，这些数字啊，好歹比人简单多了。没事儿，慢慢来，我帮你。虽然我这个人很随性，但是呢，我有个特性。要么不答应，但只要承诺过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做到最好。我知道。对了，你说你妈真的会让梅老九回到茶园吗？会。我妈也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这一点
我是遗传他的。不，你跟他不一样。我觉着谭夫人呢，是一个行必果，但是未见得言在先的人。你好像很了解他呀，要不要赌？哟，偷菜呢？魏管家，魏管家，哎呀，瞧您这身子还是不成啊？劳您惦念。这家都708散了，人呐早碎了。啊，这生病啊需要花银子，这2张银票您先留着看病啊。不，您上次给的钱被我老婆卷走了，还还不上呢。这个坚决不能说。魏管家，我有话就跟您直说吧。如意也嫁人了，我就是死也不会离开。您误会了，这回不让你走。就是让你们不要回茶园，离谭家远点就好。您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我们家少爷心软，见你们这样，肯定会帮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我们家少爷来你们这儿要你们回茶园，一定要回绝喽，这也是为如意好。你想啊，我们家少爷要是帮了您，那夫人会怎么想？童家又会怎么想？那如意在童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再说了，童夫人现在是千方百计的想找借口整治如意呢，你们就不应该帮帮她。告辞，告辞。就说这怎么办呢？我再想想。这边请。2位请留步。那您慢走啊。哎，高老板。哟，王老板。高老板，你这聚顺兴的生意真是红火得很啊！这么短时间，你就把这镇上几乎所有商家的生意全部聚拢到你这儿，我也不例外。你瞧瞧，高老板，我可把所有身家全部存到你这儿。王老板，你放心吧，你把身家放在我这儿，可是钱生钱。好，那是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请。王老板，你慢走啊。你们2个跟我进来。哥，出什么事了？谭明凯打算回谭家茶园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谭夫人肯定非常高兴，自然会把茶园交给谭明凯和您。
你为什么要让老九离开茶园？云霞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梅老九是养过如意一场，我们感激他，报答他，可以用其他方式啊。但是你要清楚，梅老九离谭家越近，对我们就越危险。你忘了上次在街上跟他碰面的事了吗？他一旦真把你认出来了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可是母女连心啊，我心疼。我知道，你要这么想，这孩子不是还在咱们眼前活着吗？我们这是在作孽。你以为如意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，我心里就好受吗？如意，佟少爷，佟少爷，你醒了。你是在做梦。我每天也和你一样做着同样的美梦，可是当我梦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的还是一个不省人事的儿子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替他躺在这儿。耀东从小就要强，3岁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是个男子汉，他要护着亲娘。后来有了思若，他又寸步不离地护着思若。7岁那年，他看见有人骂了他爹，他上去就是给他一拳。为了这事儿，回到家里，他爹还打了他，可他愣是一声都不哭。15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学着装货、送茶，四处闯荡。当时我们一直觉得，有了这个儿子，让我们感到很骄傲。而耀东，他也是为他爹报恩，所以才娶了景华。自从耀东当上佟家的少东之后，整个乌察镇的人都要抬头看他。说也奇怪，耀东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动过心，包括景华在内，可却对你就像着了魔似的，喜欢你，一直把你捧在手心里呵护着。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份心意，连我也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疼爱。夫人，对不起，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我们把你拽在怀里，把你捂暖了，
你却反咬我们一口，我就瞎了眼了。我怎么就没看出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呢？无论您多恨我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去照顾，还有医治大少爷的。我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知道您的药快吃完了，特意给您送来的。高大哥，谢谢你啊！我们正发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老五，我没老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九叔，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。哎，少东家，老五，九叔，少东家，明凯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呀是来劝九叔回茶园的。快来洗，别让我看你的手闲着。还有我这件，都给我洗干净了，不然晚上没你的饭吃。还有这件，洗得太脏了，给我重新洗。你要想让他受罪，你就去。我还以为我提出让九叔回茶园，他会很高兴。别沮丧，我会替你照顾九叔的。叶子，你最近有没有去过童家？你是想问如意吧？啊，明凯，放心吧，叶子以后会经常去童家替你照看如意的。谢谢。少东家，少东家，少东家，九叔想来想去，还是让我把这东西还给你。这是魏管家来看九叔的时候给的。老五，你就回来吧，至少在家里还有个贴心的人，好吗？好，我回。
哟，少爷回来了。您看，这是夫人特意吩咐给您做的。是九叔让我还给你的。少爷，你听我解释。是我妈让你去的吧？不，这事跟夫人无关，你千万别责怪她。你哪有那么大胆子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的心里过得舒服一点，以后就别做这样的事。哎，少爷，这事儿真的跟夫人没有关系，您别责怪她。我只是想，梅老九待在咱们家里，迟早会出什么乱子，咱谭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难道你没看见，这段时间来，夫人老了多少？她为了这个家，是操碎了心了。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少爷啊，您要打要骂就冲着我来，别跟夫人吵架，这吵一回伤一回啊。明凯回来了。啊，夫人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在聊茶园的事情。啊，是。好了，在家不谈公事，咱们娘俩已经很久没好好的吃顿饭了。来，快去过去吃吧。这些啊都是你最爱吃的菜，多吃点。哥，这个是针对茶农的西楚计划书，我已经做好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明天我就交给谭明凯付诸实施，谭家很快就会腹背受敌的。夫人，我刚才去少爷房里，连赔礼带道歉。少爷啊，终于相信是我个人的主意了。您放心，他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让你替我受委屈了。哎呦，夫人，您瞧您说的。哦，对了，少爷说老五明儿个就回谭家，梅老九呢去高老板的聚顺兴做工了。这高九郎还真是让我想不明白，他到底是真要帮明凯，还是别有心思？哎呦，夫人啊，您真是想的太多了，平平安安就好啊。这倒是，只要明凯再不去招惹那个丫头，我这颗心呐就踏实了。夫人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每次一想到如意啊，我心里就不舒坦。夫人，那您喝点药，早点休息。唉，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。是。云霞，明天记得帮我准备一些思若爱吃的点心，我得去瞧瞧他，替明凯好好安抚他。夫人，要不我帮你送过去？不亲自送去，哪显得出诚意啊？哎，夫人，我倒是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亲自登门，掉价不说，倒反而显得我们少爷好像欠着童少爷什么似的。本来没什么大的事情，倒反而显得矮人半截。要不这样吧，您呢就让云霞把您的那封心意送到，童小姐自然就会来看您，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。也好，那明天你看见思若，就告诉她我身体不好，想她了。
高老板您早。九叔啊，您不用这么客气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我光吃饭不做事，浑身难受啊。九叔，您现在啊需要好好休息。怎么没看见叶小姐呀？我知道您老心里惦记着如意，所以让她到童家帮您打听一下消息。高老板啊，你们可真是好人呐！我没老九能跟着您，踏实啊。九叔，我守着您老，心里也踏实啊。云霞，你记住，无论如意受多大的罪，你都要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千万不要让别人起了疑心，知道吗？你啊，天天守着你的秋朗哥，现在终于舍得来见我了。最近啊，我们商号的生意呢是越来越多，我很难脱身的。我今天呢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到秋朗哥身上，所以才逃出来的。对了，我们聚顺兴针对茶农开展了储蓄计划。是吗？那可以帮明凯解决很多问题的。你心里又在惦记他了，是吧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最近明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这样也好，大家都冷静一下。最近如意怎么样了？如意现在可以说是苦不堪言。自从我大哥出事之后，整个家都变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娘这么憎恨一个人。她想尽了各种办法折磨如意，我爹唉声叹气的，连嫂子也是以泪洗面。那再这样下去，如意她受得住吗？或许等我跟明凯成亲之后，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吧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谭家的云霞过来了，人呢？说是给您送点心，可又去了大少爷的铺子了。云姨，你是来看大少爷的吧？这是给我的，云姨，我什么都能接受，只有这个我不能要。必要的时候给下人，你能少受点罪。这是谭少爷让你交给我的吗？谢谢你，云姨。孩子，云姨，你能说话了，慢慢来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跟我说，你看到我这样，你心里很难受，是吗？别为我担心。是，我刚开始照顾大少爷的时候，自己都觉得不习惯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当个郎中了，真的。云姨，云姨是来看大少爷的。啊，童小姐，夫人想你了，让我过来给你送点点心。
云姨，婆婆的心思我都明白，您告诉她，等我家里稍微安顿点了，我会像以前一样去看她，看明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云姨，啊，是我爹托云姨带给我的。明凯，看看这个。茶农储蓄计划书。对，这个计划是专门针对茶农的，活期的1元起存，每半年付息1次，定期的100元起存，按月付息。可是我看不见聚顺兴的盈利啊！我不是为了获利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希望茶农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养。我呢，会不遗余力的帮你。只要这个计划一实行，那茶农们的利益就会最大化，也可以把他们的心牢牢稳住在茶园里面。对，有了一个好的储蓄机制，茶农老了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。这跟我的理念完全不谋而合。好，我马上实行这个计划。哎，我还会把茶园的盈余放在你们这儿，给茶农们一个定心丸。好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妈会同意吗？我妈老是不明白一个道理，祖业呢，光守着是不行的，要推开大门，共同发展。九叔，高老板，九叔，少东家，请用茶。哎呀，九叔，别忙活了啊！少东家，您忘了，我现在是这儿的茶水，应该伺候你们。高老板，叶小姐还没从童家回来呀？啊，还没呢。叶子去了童家？是，她主要是去看如意的。明凯，你心里不也牵挂着如意吗？云姨，您慢走。云姨，谢谢你。云姨，云姨，云姨也是你叫的？啊，童夫人，我们家夫人身体不适，让我过来看看你们。转谢谭夫人的惦念。还站这儿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夫人，我只是想送送云姨。放肆！童夫人，如意只是金英镜的礼数，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啊。叶小姐，你是思若的好朋友，我就不把你当外人看了。我把话说在这儿，谁要是对这个女人有半点情意呀，那就是对我们童家过不去了。这谭家就想用几分点心打发我们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娘，云姨说了，是婆婆这几天身体不好。我说的是谭明凯。我估计这云姨到我们家，也是来看看我们对婚事的态度。可是我要的是谭明凯的态度。娘，谭少爷会来的。会吗？他有这份心吗？亏他还从小和耀东一块儿长大。打从耀东受伤到现在，他就来看过他一次，而且还是为了那个如意。说到那个如意，如意，你给我出来！夫人，知道我叫你干嘛？跪下！我们童家到底跟你们家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的孩子？娘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就这么耗着，就这么耗着。你想过好日子，除非我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让他起来，听见没有？走。
仿佛昨天在眼前，从不曾离去。思念在逃离，回忆那么清晰，恍然之后才发现，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。是我错怪了你，迷雾遮住了眼睛。落花瞬间虽然那么美丽，下一秒却不见踪影。是我错怪了你，乱世无力看风景。多情言语中聚散和分离，我把幸福留在原地。是我错怪了你，迷雾遮住了眼睛。